好学猫，每天听懂一本书。今天我们听杀死一只知更鸟。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什么是真正的勇敢？是横冲直撞的无所畏惧，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优渥的出身与得体的谈吐，还是身处偏见洪流中依然能守住的善良与同理心？什么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堆满屋子的书本，还是父母用一生的言行为孩子立起的是非标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哈珀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里。这本出版于1960年的小说，问世次年便斩获普利策文学奖，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全球销量超4000万册，不仅成为美国中小学的必读书目，更成为跨越时代与国界的文学经典。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悬疑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史诗叙事，只是以一个小女孩的孩童视角，讲述了美国南方小镇上一段平淡的往事，却写透了人性的善恶、世俗的偏见、正义的重量，也写进了一个父亲能给孩子最珍贵的人生教育。哈珀里用知更鸟作为全书的核心隐喻，道尽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人生准则。知更鸟只唱歌给我们听，什么坏事也不做，它们不吃人们园子里的花果蔬菜，不在玉米仓里做窝，它们只是衷心地为我们唱歌。所以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一桩罪恶。这本书里的知更鸟是那些无辜、善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却被世俗偏见与恶意伤害的人。而全书的故事就是一场关于不杀知更鸟的坚守，一堂关于正义、勇敢与同理心的成长课。想读好书更轻松，推荐使用不读、对照翻译、精读简读、导读多模式随心选。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南方小镇梅科姆。这是一个闭塞、保守、节奏缓慢的小镇，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看似民风淳朴、和睦安稳，实则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人们信奉着白人至上的铁律，盲从着大多数人的观点，对异己者排挤，对弱小者轻视，对不公之事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故事的叙述者是6岁的小女孩斯库特，也就是小说里的我斯库特。性格率真泼辣，不爱穿裙子，喜欢爬树打闹，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他的哥哥杰姆比他大4岁，沉稳懂事，是他童年里最亲密的玩伴。而他们的父亲阿迪克斯是梅科姆镇的一名律师，年过中年，温和儒雅，戴着一副眼镜，不爱凑热闹，不随波逐流，在喧嚣的小镇里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坚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斯库特和杰姆的童年里，小镇上有一个神秘的传说人物阿瑟·布拉德利，他常年闭门不出，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关于他的谣言在小镇上满天飞，有人说他长相狰狞，晚上会偷偷溜出来啃食邻居家的猫；有人说他性情残暴，被家人锁在屋里不见天日。孩子们对布拉德利既好奇又恐惧，把他当成小镇上的怪物，经常编造关于他的故事，偷偷跑到他家门口探险，试图窥探他的踪迹。他们一次次策划着引他出门的游戏，却从未想过这个被他们想象成恶魔的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守护他们的天使。孩子们的童年就在这样天真又懵懂的嬉闹中缓缓流淌，直到一桩官司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小镇的平静，也让斯库特和杰姆在一夜之间看清了人性的复杂，读懂了父亲口中的善良与正义。阿迪克斯接到了一桩在全镇人看来大逆不道的委托，为黑人青年汤姆·鲁滨逊辩护。在当时的美国南方，
种族歧视是刻在骨子里的规则，黑人永远处于社会最底层，哪怕被冤枉，也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汤姆是一个善良、憨厚、勤劳的黑人青年，他天生左臂残疾，却始终待人真诚，经常无偿帮邻居尤厄尔家的女儿马耶拉干重活，却被马耶拉和他的父亲鲍勃·尤厄尔诬陷强奸。尤厄尔家族是小镇上臭名昭著的白人败类，懒惰、粗鲁、蛮不讲理。他们仗着自己白人的身份，肆意欺压黑人，把无辜的汤姆当成了掩盖家丑、发泄恶意的工具。消息传开，整个梅科姆镇都炸开了锅，全镇的白人都觉得阿迪克斯疯了，为一个黑人辩护，简直是违背天理，丢尽了白人的脸面。邻居们开始对斯库特一家指指点点，言语刻薄。学校里的同学嘲笑斯库特，骂他的父亲是黑鬼的帮凶，就连家里的亲戚也纷纷指责阿迪克斯，劝他放弃这场必输的官司，不要自毁前程，更不要带坏了孩子。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指责甚至威胁，阿迪克斯没有丝毫动摇。他平静地告诉两个孩子，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在镇上就抬不起头，就没法在议会里任职，更没有资格教导你们是非对错。在他眼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肤色从来不是判断善恶的标准。汤姆是无辜的，他就有义务为他辩护，这是作为律师的职责，更是作为人的底线。阿迪克斯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手里握着一把枪，而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他清楚地知道，在种族偏见的重压下，这场官司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他要对抗的不是一个尤厄尔，而是整个小镇的世俗偏见，是延续了100年的种族歧视。但他依然选择迎难而上，他要在法庭上说出真相，要为无辜的汤姆争取公道，更要给斯库特和杰姆上一堂生动的人生课。不要被世俗的偏见裹挟，不要盲从大多数人的观点，永远坚守内心的正义，永远对弱小抱有共情。法庭上的审判是全书最震撼人心的篇章。阿迪克斯条理清晰地罗列证据，层层拆解谎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汤姆的左臂在童年时被机器绞伤，完全失去了发力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像马耶拉描述的那样对他实施暴力侵犯。真相昭然若揭，是马耶拉主动引诱汤姆，被父亲发现后，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和父亲一起编造了这个弥天大谎。阿迪克斯的结案陈词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偏激的指责，只是平静地呼吁陪审团抛开肤色的偏见，遵从内心的良知，做出公正的判断。那一刻，法庭上的阿迪克斯浑身散发着光芒，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教养从来不是出身优越、学识渊博，而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都能坚守良知。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身份的尊卑，而是永远尊重每一个生命，不歧视，不欺凌弱小。可遗憾的是，世俗的偏见终究战胜了理性的正义。尽管所有证据都证明汤姆是无辜的，全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依旧做出了有罪的判决。在白人至上的梅科姆镇，肤色早已盖过了真相，偏见早已战胜了良知。汤姆在绝望中试图越狱，最终被狱警乱枪打死，身中17枪。一只无辜的知更鸟就这样死在了世俗偏见的枪口下。消息传来，斯库特和杰姆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感受到了偏见的可怕。他们难过、愤怒、不解，为什么善良的人会遭遇不幸？为什么真相会被掩盖？为什么正义迟迟不肯到来？阿迪克斯虽然心痛，却依旧温和地开导他们，告诉他们世界的黑暗与复杂，也告诉他们，哪怕正义会迟到，坚守善良也永远不会错。
不要因为世界的不公，就放弃内心的光明。故事的另一只知更鸟，是那个被孩子们误解了整个童年的布拉德利。他常年闭门不出，不是因为狰狞可怕，而是因为他生性腼腆，不善交际，被世俗的眼光逼进了封闭的空间。他其实一直在默默守护着斯库特和杰姆，在树洞里给他们留下小礼物，在他们深夜探险时悄悄给杰姆缝补好撕破的裤子，在寒冷的冬夜默默为冻得发抖的斯库特披上毛毯。他像一只沉默的知更鸟，不打扰任何人，只是用自己的方式释放着温柔与善意。小说的结尾，鲍勃·尤厄尔因为记恨阿迪克斯，在法庭上揭穿了他的谎言。在深夜里偷袭放学回家的斯库特和杰姆，想要伤害2个孩子。危急时刻，一直躲在暗处的布拉德利挺身而出，救下了兄妹俩。尤厄尔在打斗中意外身亡。当斯库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布拉德利时，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传说中的怪物，而是一个面色苍白、眼神温柔、腼腆害羞的普通人。他终于明白，自己之前所有的猜测和恐惧，都只是被谣言裹挟的偏见，就像小镇上的人们对黑人汤姆的歧视一样，毫无根据，却伤人至深。站在布拉德利家的门廊上，看着小镇熟悉的街道，斯库特终于读懂了父亲教给他的那句人生箴言：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除非你钻进他的皮肤里，像他一样走来走去。为了保护布拉德利，不让他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打扰，阿迪克斯和警长最终决定对外宣称尤厄尔是意外摔倒，撞在刀上身亡。他们守住了布拉德利的平静，没有让这只沉默的知更鸟再受到丝毫伤害。合上书的那一刻，我们才真正读懂杀死一只知更鸟之所以能成为永恒经典的原因。它从来不是一本只讲种族歧视的小说，而是一本关于成长、关于教养、关于人性的启示录。这本书里没有完美的英雄，只有一个坚守底线的父亲，2个懵懂成长的孩子和一群被偏见裹挟的普通人。阿迪克斯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他也会疲惫，也会无奈，也会面对世俗的压力感到无力，但他始终没有妥协，始终用自己的言行给孩子树立最好的榜样，给世界留下最温暖的光。他教给孩子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做人的底线。不要歧视任何人，无论他的肤色、出身、性格如何，不要盲从世俗的偏见，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要心怀善意，共情弱小，永远不做伤害无辜的事，要坚守勇敢，哪怕知道会输，也要为正义拼尽全力。这些道理看似平淡，却足以支撑一个人走过一生的风雨，成为一个善良、正直、有温度的人。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无数偏见的影子，对不同职业的歧视，对不同观念的排挤，对弱小群体的轻视，对陌生之人的随意评判。我们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轻易地指责他人，否定他人，忘记了换位思考，忘记了保持善意，忘记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也常常在面对不公时选择沉默，选择妥协，忘记了坚守正义的意义，忘记了哪怕力量微小，也要为善良发声。而杀死一只知更鸟，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的浮躁与偏见，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教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真正的勇敢是坚守底线不妥协，真正的成熟是懂得换位思考，不轻易评判他人，永远不伤害那只无辜的知更鸟。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完美，有偏见，有不公，有黑暗，但正是因为有像阿迪克斯这样坚守善良与正义的人，有像汤姆、布拉德利这样心怀善意的人，世界才保留着温暖与希望。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整个世界的偏见，但我们可以守住自己的本心。
不做伤害无辜的事，不被世俗的黑暗吞噬，对弱小多一份共情，对正义多一份坚守，对他人多一份包容。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里的温柔与清醒，守住心底的善良，坚守内心的正义，学会换位思考，永远尊重生命，永远不杀死那只知更鸟。也愿我们都能像阿迪克斯一样，身处世俗，不被裹挟，历经风雨，坚守本心，活成一束光，既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好学猫